第1035章前往丹域。见到萧炎打定了主意，风尊者也并未再多说什么，略作沉吟，从那戒内取一枚古玉，然后递向萧炎，道：你将这星玉拿着，日后我能够凭借着这东西找到你，而且你若是遇见什么解决不掉的麻烦的话，便将之捏碎，我便是会有所感应。萧炎微微点了点头，郑重地接过古玉，收入那戒之内，对着风尊者抱拳沉声道：多谢风老了。风尊者笑着摆了摆手，手掌轻拍了拍萧炎肩膀，缓缓地道：药尘能将那功法交给你，足以看出他对你的重视。想当年寒风那畜生对这功法那般垂涎，可药尘也是未将之交给他。萧炎默默点头，药老在他身上付出了无数心血，这一点他自然是知道，因此他在心中也是直接将药老当作父亲般对待。这些年为了能够得到解救药老的实力，他同样是独自一人付出了许多。修炼之路孤寂而枯燥，而萧炎却是咬着牙扛了过来。他能够从当年的家族废物一步步的走到如今这般地步，所付出的艰辛也同样是常人难及。凤青儿、唐英这等人物天赋也的确极为出类拔萃，但他们的身后都是有着庞大的势力支持，但萧炎却是只能依靠药老以及自己的努力。待我回星陨阁后，便会尽快打探魂殿在明城的势力，这期间我会暗中联系一些当年与药尘有着交情的人，如果能将他们召集而起的话，夺回药尘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风尊者道：虽说星陨阁势力也不弱，但与魂殿这等庞然大物比起来，依旧是还有着不小的差距，而且魂殿神秘莫测，谁也不知道其确切实力，如果准备不足的话，恐怕最后不仅连药尘救不出来，还会将星陨阁也是赔了进去。萧炎点了点头，对于魂殿的实力何等恐怖，他心中同样很清楚，自然是知道这种事不能鲁莽，一起走错，恐怕便是会导致全军覆没。好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也不多留，你记着，日后一人多加小心。按照我的预测，恐怕那凤七儿并不会如此轻易地放弃古皇血晶，所以你要多留个心眼，毕竟天妖皇族也不是什么好相与的角色，若遇见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便捏碎心玉。风尊者道。萧炎微微点头，然后对着风尊者一抱拳，对着一旁的林燕扬了扬下巴，两人身形一动，便是掠出巨鹰背上，迅速对着地面上落去。望着萧炎二人身形落下天空，风尊者也是轻吐了一口气，目光望向中州西域，喃喃道：老家伙，总算是有你的消息了，放心吧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将你救出来的。话音一落，其袖袍一挥，狂风骤起，巨鹰一声嘹亮鹰啼，震动着巨翼，化为一道狂风，迅速消失在天际之边。山峰之上，萧炎二人闪掠而下，旋即落在一处树顶之上，抬头望着风尊者二人消失的地方，拳头也是缓缓紧握，总算是找到了风尊者，以后他也不用再苦苦的依靠一人了。至于体内的魔毒斑，以如今萧炎的实力，已经能够自己将之解决，虽说不能一口将之炼化，但他现在也并不需要如此。魔毒斑之内所蕴含的斗气太强，一口气吃下去，对他好处反而不大，循规蹈矩的炼化反而更适合他。萧炎，你现在打算去哪？林燕逐渐收回目光，转向萧炎，笑问道：丹塔在哪座城市？萧炎干咳了一声，目光在四处扫了扫，旋即有些尴尬地问道：他只知道丹塔坐落在中州中心地位，却并不知道确切的方位。闻言，林燕直接翻了翻白眼，丹塔在中州上的名头几乎是无人不知，没想到萧炎居然还来这么一句话。丹塔所在的地方名为丹城，那里几乎是全大陆炼药师数量最多的地方，丹城方圆千里之内全都是丹塔的势力范围，也号称丹域。这里距丹城路程挺远的，即便是使用空间虫洞，怕至少也是需要1月左右的时间。林燕摊了摊手道：那便由你带路吧，先找一个拥有空间虫洞的城市，然后赶往丹城。萧炎笑道：有知道路途的人带路，的确是要方便不少，也省得他如同无头苍蝇般的乱撞。虽说如今距丹会开始还有着一些时间，但在这之前，他却需要将小医仙紫妍寻找到。林燕点了点头道：
你是想去参加那丹塔的丹会吧？嘿嘿，正好柳琴的家族也是在那一片区域。柳琴吗？听得这熟悉的名字，萧炎脸庞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。对于这个豪爽的家伙，他同样是有着不小的好感。那家伙对你也想得很，经常在嘴里说着，不过如今的他可是家族的族长，派头不小啊。不过就是经常被他家族里的一些老家伙压着，令得他很是不爽。林燕笑道，若是顺路的话，倒可以去看看这个家伙。萧炎笑了笑，他同样也是挺怀念当初在内院的那些朋友。林燕点了点头，背肩一颤，斗气双翼伸展而出，旋即双翼一震，直接化为流光，对着远处飞掠而去。其后萧炎踏空而来，紧紧相随。这里是一片玄异的世界，遥遥天空之上总是缭绕着无穷云雾，仿佛仙境一般，而且这片天地的能量也是显得格外的浓郁，在此处修炼效果怕是要比别处好上不少。此处布满着无数险峻山峦，偶尔间天际之上会有着几道流光闪掠而过，隐隐间所渗透而出的强悍气息，放在别处的话足以引起不少人的侧目。在云雾之下有着一座极为险峻的山峰，山峰犹如一柄巨剑般直插云霄，抬头看去只能看见那缭绕的云雾，难见其顶。云雾缭绕的山峰之顶有着一方浑圆青石，青石之上一道倩影盘坐其上，双手结出修炼印结，气息吞吐间，一道道宛如实质般的气龙在白皙鼻间盘旋不散。倩影身着青色衣衫，并不华丽，但却透着一分令人心旷神怡的清雅。那纤细的小蛮腰处，一条淡紫色的绸缎轻轻束着，将那本就纤细的腰肢勾勒出动人曲线。目光上移，露出一张气质恬静，并且容貌丝毫不逊色那凤青儿的娇俏容颜，一对美目透着丝丝空灵气息，人一看上去，似乎心中再大的怒火都是会在这对恬静淡然的眸子下变得弱下来。这等女子看上去就犹如那仙女或者凡尘中不染尘埃的青莲般，浑身透着一种缥缈难寻的味道，令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如此中天地灵气而生的女孩，一些男子在其面前恐怕都是会感到自惭形秽。周围天地浓郁的天地能量皆是徘徊在女孩身旁，犹如众星拱月般，不断地随着她的意念钻进其身体之内。这般安静的修炼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左右，女孩微闭的灵动美目也是徐徐睁开，而随着其眼眸的睁开，一缕金色火焰顿时闪掠而出，一股异样的威压之感也是伴随着金色火焰的闪现弥漫而出。在这等异样的威压之下，几乎连周围的天地能量都是变得滞涩了起来，隐隐间有着细微的骚动。女孩优雅地站起身来，心长的身姿显得格外的诱人。她微微偏头瞥了一眼身后，却是微微一笑道，林老，出来吧。那一刹那的笑容有种绝美的风采，似乎连周围的天地都是因此而增添了一分亮色。在女孩声音落下时，其身后的一处阴影也是缓缓蠕动，旋即化为一道苍老的身影，对着前者恭敬地行了一礼，笑道，小姐的感知当真是越来越恐怖了，我才刚刚抵达这里，便是被察觉了出来。对于这等小小的马屁，女孩却是不置可否，玉手随意地掠起散落而开的青丝，道，林老来此可是有事？若是无事的话，老夫哪敢来打扰小姐修炼。身影抬起头来，露出一张苍老面庞，赫然是当年曾经保护过萧炎的林影。而面前这般脱俗女孩，除了萧炎日思夜想的轩儿之外，还能有何人？族内的事我可没什么兴趣。轩儿随口道，玉手一抬，缭绕的云雾在其掌心凝聚，旋即化为一张清秀的男子脸庞。他凝视着这张脸，绝美的容颜上露出一抹罕见的温柔笑容。闻言，林隐也是笑了一声，旋即戏谑的道，我想小姐肯定会对我所说的话感兴趣的。薛儿目光依旧是停顿在那张云雾所凝聚的男子脸庞上，听得林隐的话，美眸微微瞟了他一眼，微笑道，希望如此，说吧。林隐轻咳了一声，旋即缓缓道，据我最新得到的消息，在中州北域出现了一位名为萧炎的年轻人。噗！云雾凝聚的人脸悄然消散，
那道曲线动人的心长倩影似乎也是在此刻轻轻地颤了颤。片刻后，女孩轻吸了一口有些冰凉的空气，低声道：“能够确定？”按我所料，十有八九便是他。林颖微笑道。女孩豁然转身，那张清雅的娇俏容颜此刻噙着一抹罕见的欣喜。她径直对着山峰之下而下，步履坚决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吩咐下去，我要出古剑。